沈公子，沈公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姐妹们都想死你了。想本公子了？我看你们是想本公子的银票啊！哎呀，依旧2楼包厢啊！哎。六妈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沈公子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这翠月楼何时来了这2位天仙似的女子？我怎么不知啊？今天晚上我就要点这2位银子，管够。不懂，今日前来不宜惹事。哎呀，沈少爷，你猴急什么呀？自然会有好看的姑娘来伺候你。咱们先上2楼啊！哎呀，哎，我就要她，真是好啊，走吧。刚才那位公子是什么身份？庆王的庶子沈一安。他就是庆王庶子沈一安，果然和传闻一样。这废物还有1个月就成年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就范，分裂我庆藩基业。这次失手，下次务必做得干净，像意外。这小子命可真硬，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死。这我穿越成了大姐最强藩王庆王的庶子，朝廷颁布皇恩分封诏，看似给庶子分封的权利，实则是到催命符颁布的这1年来，15个庶子一起死亡。我很清楚，这不是恩赐，是死局。我就是7大藩王的下一个目标，我的处境很危险。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什么时候回来？应该就在这个时辰了。今天是第7日了。这就是我大景的年轻才俊，整日只知道饮酒作乐，被外邦挑衅7日，却束手无策，真是一件让人省心的事情都没有。皇恩分封诏已经推行1年有余，到如今竟无1位新藩王成功就范，现在又遭遇外邦挑衅。陛下，北燕皇子霍巴顿与大梁公主梁实熙这7日所提的都是治国难题，就连翰林院的老学士们都需要推敲数日。这是谁呀？连续7日无人能打，这大景难道没人了吗？他们又来了，今日不知又要出什么难题。诸位，今日第7日，还想跟大景的年轻俊才们讨教讨教。若一国同时遭遇北汉、南涝、东黄、西震，国库空虚，该如何赈灾？且贪官污吏横行，政令难出京城，还请各位赐教。哎呀，这如何是好？四灾并发，这是明末崇祯年间的死局啊！标准答案是以工代赈，严打贪腐，区域调解。但眼下我未找到自救的手段，说出来后，今晚回家我就会被庆王和嫡长子弄死。今夜若是打败外邦，必定会引起陛下的注意，但也不能亲自下去，得找个办法。有了！大景人才济济，竟无人能打，还是说诸位只会饮酒作乐？皇子何必苛责？兴许是此题太过简单，诸位不屑作答呢。这就是我大景的年轻俊才呢。陛下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你去有什么用？你是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
大景需要皇帝身边的亲卫来答题吗？北汉区可组织灾民修水利，以工代赈，日发粮，3生为仇。南涝区可泄洪分流，迁民高地，以治水之功，抵3年赋税。东黄区可发动百姓捕黄，每斗蝗虫换1斗米，蝗灾平后以黄粉喂畜。西镇区派军队入场，先救后赈，皇室百官捐银宝，进行公事。以工代赈，修水利，妙啊！可行啊！北燕皇子、大梁公主，这一共12章，每章都是具体措施，这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赈灾方案。是的，你们提的问题被我们解决了，而且这个方法完全可行。这究竟是哪位高人所写？这是朝堂老臣的权谋手段，大景朝中竟有人藏得如此之深。高人定是我大景隐世大贤，见不得这外邦猖狂暗中相助。不必得意。明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北燕最新打造的丈二雁翎刀。什么？这雁翎刀本身就削铁如泥，如今这尺寸增加到丈2，岂不是威力大增啊？我大景的军刀根本比不了啊！你把那12个纸团收集起来，半个时辰后来见我。是，陛下。柳妈还是害我的，果然给我安排了你。刚才的纸团是沈公子扔的吧？以工代赈。姑娘，你真是太高看我了。我这个人只会喝酒。来，喝酒。姑娘叫什么名字啊？何时来的醉月楼啊？我叫秦平，今晚刚到。刚刚下海？什么下海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喝酒，喝酒。啊，姑娘好酒量，再来一杯。我这个人啊，就喜欢跟美人喝酒。来。那纸上所写皆是治国良策，公子如此有才，何须在青楼买醉啊？治国？怎么治国？沈公子可知皇恩分封诏？知道。公子觉得此策如何？简直烂透！为何啊？看似给庶子封封的权利，却不给庶子活命的机会，这不是让人去送死吗？
可否详细说来？这1年多来，有一个庶子就藩成功吗？不是意外身亡，就是突发恶疾。骗过他。那问题出在哪儿啊？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当然是出在陛下身上。陛下励精图治。他以为下到诏令，藩王们就会乖乖分封，太天真了。他不知道那些藩王为了留住封地，亲儿子都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今陛下是昏君？是昏君？他不是昏君，谁是昏君啊？光给人权力却不给人保障，就是让人送死。好酒量。说你当皇帝，当如何？哎，不说了，说多了要掉脑袋。公子若愿说，我便答应公子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都行吗？是。如果我是皇帝，我会设立宗室监察司，专门调查藩王子嗣非正常死亡，然后给即将就藩的庶子军队保护，直到成王就藩。公子可否详细说来？你一个青楼女子，好奇这么多干什么？我身为大景子民，我当然希望大景繁荣昌盛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细说。该死的沈一安，居然趁朕喝醉了，骗了朕的身子。你居然趁我喝醉的时候强占了我的身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沈一安，吃亏的好像是我吧？我守了19年的清白啊！你老实说，昨晚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那是因为我喝多了。昨晚的事情暂且不论，你昨晚答应我要细说的治国之策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什么治国之策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我就帮沈公子好好回忆一下。你说建立宗室监察司，直到成功就藩。如果你是一个纨绔，又怎么能想到这些？啊！我是从我大哥沈一晨那听说的，他文韬武略，琴棋书画
样样精通。真的不是你所想的。还真不是啊，我哪懂这些啊？沈一安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那些策略到底是不是你想的？我对天发誓，真不是我就是一个纨绔，我怎么会懂这些？沈一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不用你爹和你大哥动手，我第一个杀了你。落火！完了！这次真的完蛋了！他该不会是哪家大官人家的千金吧？陛下，该回宫了。哦，回去吧。陛下，纸张已经全部收集了。纸张确认了吗？确认了，是庆王府的棉纸，今年新制的。这种纸产量极少，除了宫中赏赐，只有庆王府的核心成员能用。这沈一安可能不简单，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纨绔。我觉得这个纸团就是沈一安丢的。沈奕辰文武双全，师从大儒陈玄策，去年秋猎还作下了一首治水策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沈一安偷了沈奕辰的想法？所以你去查一下沈奕辰和沈一安两兄弟。是。对了，陛下，10日后琼林宴，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会当殿出题，我们需不需要提前准备一下？霍巴顿连续7日抛题，就是在给琼林宴造势。他想让全天下人看看，国大景年轻一辈无人，朕偏偏不能让他如意，所以要赶紧找到写着12张纸的人。到时候总不能让那些腐儒亲自上场。另外，告诉全城的年轻才俊，赢了，朕就赏他黄金万两。我就不信他们不心动。属下明白。陛下，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我情同姐妹，有什么就尽管说。陛下今年也20有1了，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？又有哪个男人能入得了我的心？陛下觉得沈一安如何？朕可能会删了他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陛下肯谕，7日后琼林宴专为北燕皇子、大梁公主而设，宴间会考效我大梁才子。陛下有言，凡在琼林宴上扬我国威者，赏黄金万两，2田100亩，无底一座。赏赐这么多，这赏赐也太丰富了吧！黄金万两啊！沈公子，陛下特意嘱咐我，您的治水策深得圣心，还请沈公子在琼林宴上莫负才女。臣定当竭尽全力。对了，怎么不见补上2公子？哎呀，2公子，嘿，说的是呢。舍弟一安，怕是尚未起身，让周护卫见笑。我既然来了，也该见见2公子，待陛下问句话。这谁呀？这大清早的！
好漂亮的小姐姐！哎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沈公子，陛下有旨，凡是在琼林宴上扬我国威者，赏黄金万两，良田百亩，府邸一座。抱歉，我可没那个本事，您还是请回吧。哎，我得回去睡回笼觉了。公子，那个是黄金万两，你怎么也不心动呀？黄金万两，良田百顷，倒是大手笔，但是我也得有命拿才行。这还有危险吗？对所有藩王的数字都有危险。7大藩王是一个利益整体，早就结成了联盟。万一陛下不愿意因为一个数而和藩王走上对立，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出分呢？那谁就是在找死。哎，小平姑娘，好巧！沈公子，你大白天的不在家睡觉，晚上哪有精力去醉月楼潇洒？我出来有点事儿。你能有什么事儿？我打算打造一把刀。沈公子身为王府公子，想要什么样的刀没有啊？还需要亲自打？古代的刀都是垃圾，我拿现在的螺纹钢都能给它砸碎，所以我打算打造一把大马士革钢宝刀。现代螺纹钢大马士革钢宝刀，你嘴里的话好奇怪啊！哎，不重要，我先去忙，你慢慢逛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平姑娘还有事儿？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好啊！伙计，打什么？锄头、铁锹还是铲子？我要打一把刀，但我要的刀跟你们打的都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我要的是大马士革钢。大马士革钢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一种特别硬的钢。公子细说。这种钢材的关键就在于折叠锻，取2种含碳量不同的铁料叠在一起，烧红、锻打、折叠再锻打，如此反复数十次，甚至上百次。公子，这锻打法的细节可否再细说？温度最好控制在大概烧到橘红色的时候最佳，折叠的次数越多，钢质越均匀，但也不能太多，否则容易夹渣。最好还是用油淬，油温要适中，太热容易回火，太冷容易开裂。还有，淬火之后要回火。这锻打法我从未听说过，能做吗？可以，晚上来取吧。沈公子，你这种打法能不能比得上北燕国的燕翎刀？燕翎刀也只有你们这些土著才奉若至宝，在我眼里就是垃圾。吹牛！这就是我大燕最新的丈二燕翎刀，已经配备给了众骑兵，削铁如泥，无坚不摧。大言不惭！我大姐的铁血军刀也是威力大增。胖胖，来！这怎么可能？还有谁？这大景的铁血军刀，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啊！嚣张什么？我大景还有其他的神兵，拿出来看看，别光用嘴说。小平姑娘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你要干什么？帮我把那个东西送下去。这个是什么？刀啊！送下去给那个武将之子，让他试试。你疯了吧？铁血金刀都被斩断了，你这个从小铁匠铺打出来的刀，就不必自取其辱了吧？试试又不要钱。等着。这把刀行不行？铁血军刀都不行。这刀身上的纹路有点意思。霍巴顿皇子
请再赐教。这刀叫什么名字？完全没有一点的伤痕。好锋利的刀。好，这就是你那个什么大马士革干宝刀？对啊，咋样？你可是第一个知道他名字和厉害的，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。那你为什么只告诉我一个人？难道就不怕我告诉别人吗？因为我相信你啊。小冰姑娘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邓徒子，你这个锻造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别人告诉我。你该不会又想跟我说是你哥教你的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这嘴里能不能有一句实话？谋杀亲夫啊你！大景的最新军刀不是铁血军刀吗？我大景能人辈出，你提的治国策被高人解了。你们北燕燕翎刀不堪我大燕宝刀一击，霍巴顿皇子服不服？别得意，琼林宴上怎么再见真招？大家都别高兴得太早。听说大景文脉进出文翁书院，3日后我在文翁书院设题，希望各位还能打上。哪里来的小毛贼？陛下，早点上，别吵到沈一安睡觉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刺杀陛下！他们不是来刺杀朕的，他们是来刺杀沈一安的。这是横刀，居然被一击而断。陛下哪来的宝刀？这把刀是沈一安锻造的。沈一安竟然还会锻刀？王爷，切口平滑如镜，一刀毙命，而且是从正面斩断两人兵器后，顺势斩断脖颈，动作一气呵成。断口也是正气的，对方用的兵器锋利到不可思议。秦王爷，何时出现了这等神兵？今晚出现的，很是蹊跷。我怀疑是陛下的人进入了醉月楼。这不可能吧？前几日出现了治国策，今晚出现了宝刀，我派去的人被一击斩杀，2具尸体被送到庆王府门口。这件事情很是蹊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可能在保护沈一安？极有可能。他真的要跟我们7个藩王翻脸？他不敢，至少现在还不敢。他若直接动手，各地藩王都会造反，除非他疯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沈一安还杀不杀？杀！必须杀！今日治国在问，今有巨贾垄断盐铁，勾结地方官，哄抬物价，民怨沸腾，其党羽遍布州郡。朝廷若强行查办，恐引发民生动荡；若放任不管，则百姓困苦当如何？文翁书院乃大景文脉所系，怎的3日过去了，还无一人能应？莫非大景的经世之学，只善清谈，不爱实务？他这课题太刁钻了。盐铁乃民生根本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巨贾若真勾结挑强，断了供给，顷刻便是民乱。当年先帝时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大梁去年立国，国内豪商巨贾与旧贵族勾结，梁帝恐怕正头疼不已。他这事自己解决不了，跑来我朝套取方略，还想趁机羞辱我们。好个梁实信，指桑骂槐，就想套取国策。陛下息怒，此题虽阴险，却也确实点出了我朝一些痛处。若是有人能解，不仅可扬国威，对朝廷整顿盐铁，甚至敲打某些与商贾勾结过深的藩王，亦有借鉴。传朕口谕，征召全城能人解题。朕倒要看我大景有无俊才能破此局。大景乃是中原大国，人才济济，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上来吗？一群就笨蛋，平日里指责朕已经据点，真遇到问题屁都放不出来一个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难题呢，这不就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提出的平准军书之策的精髓？大梁公主，你这题出的可有点复古啊，能不能有点含金量？看来
大景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般人才众多。过分了！你们大梁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拿到我们大景来了。就是，你大梁朝堂不稳，便想着来我大景套取治国策。是又如何？关键是你们也回答不上来啊！这相似的字迹，又是庆轩免旨，醉了的那位高人又出现了。小月，是沈一安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快读读，快念呐，快念呐！哎呀，还磨蹭什么？再不砍了你！破局之策，行平准军书之法即可。何为平准军书？第一，朝廷自己卖盐铁，设官办商铺，价格朝廷定，断了奸商财路。妙啊！继续说。第二，建国家仓库，物价低时收购囤货，物价高时抛售压价，让奸商囤不了货，抬不了价。有点意思，但具体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后面还有。继续念呀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具体做法：一是各地设条控官，专管买卖盐铁；二是严查勾结，举报重赏；三是派兵保护官部，谁敢闹事就抓；四是慢慢建朝廷自己的盐厂、铁厂，彻底不靠奸商。妙呀，自己看，这是釜底抽薪啊！大梁公主，我大景能人计策如何呀？看你还嚣不嚣张！阁下大才，实习受教了。此策不仅解我之问，更是为大梁指一条明路啊！不知阁下可否现身，容实习当面致谢请教。我这计策可以精准打击藩王，藩王要知道是我出的主，肯定首先弄死你。好一个精妙却狠毒的法子，盐铁自己卖，物价自己控，这是要掐断所有地方豪强的财路，可以精准打击藩王。这些藩王们怕是要坐不住。陛下，可这法子若是要推行，藩王们的钱袋可就……何止钱袋子，没了钱，他们拿什么养？又拿什么对抗朝廷？只是出手之人，到底是不是沈一安？我觉得应该是沈一晨吧。好一个平准军书，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呢！盐铁专营，官办商铺，朝廷自己建盐厂、铁厂，这哪里是智商？这分明就是冲着我们藩王的钱袋子来的。更狠的是那一句：朝廷慢慢建自己的盐厂和铁厂，这就是温水煮青蛙。今日收走你的盐矿，明日就能收走你的铁矿，那后日是不是大家王府的私兵全让朝廷给收走了？难道各位王兄还没看明白吗？这献策之人看似是在答大梁公主的题，实则是在给陛下递刀子，而且是对付我们的快刀。就是这样。当务之急是把此人找出来，直接杀掉。庆王爷说的对，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没错，此人的手段不是纯粹的智商，而是对付我们这些藩镇，必须在此刀落到陛下手里之前毁掉他。都回去发挥各自的力量，寻找此人。若查到此人，不管是谁的人，格杀勿论。出了事儿，我们7人共担。沈公子这篇治水策确实见解独到，去年秋猎时，陛下就曾有赞赏。周护卫谬赞。昨日文翁书院前那道盐铁巨贾之题，沈公子可有何见解？陛下很想知道京城年轻才俊对此事的看法。回周护卫，此题确实刁钻，一臣昨日也思索过，认为当以怀柔渐进为主，若贸然动用国家之力强行介入，恐激起民变，动摇国本。若巨贾阳奉阴违呢？那便只能加强监管。4平8稳，毫无锋芒，这绝不是一个能写出国家抢生意那种狠辣策略的人会有的思路。沈公子的见解，我会转达给陛下。告辞。周护卫慢走。哦，对了，不知陛下对前任那纸团高人可有眉目？一臣也很好奇，是何方神圣，能够接连献出如此妙策？沈公子觉得会是何人？必是隐士大显，或是朝中某位深藏不露的老臣。
沈公子真是好雅兴啊！哟，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想我了？我就知道本公子风流倜傥。沈公子可知平准军书？凭什么？哦，你说的是评书吧？这个我知道，茶馆里的老先生经常讲的。我说的是治国之策，盐铁官银物价调控。姐姐，你真逗。那盐和铁不是厨子和铁匠的事儿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本公子这辈子只知道美酒，还有美人儿。别紧张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陛下身边的侍卫周月吧？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想问陛下，是否愿意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和整个藩王集团走上对立面？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可以送陛下一个盛世大计，就看陛下愿不愿意赌一把。从目前来看，你并没有表现出能实现大景盛世的本事。莫要吹你，就问陛下愿不愿意？君心难测，我不知道。那行吧，你回去吧，别打扰本公子喝酒啊。今天晚上我还要去醉月楼呢。陛下，这就是沈怡安今日的原话。他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属下离开的时候，他看我的那种眼神，不像是纨绔子弟，冷静，心里甚至还带着审视。好一个沈怡安，装疯卖傻这么久，终于肯在别人面前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了。陛下，依您看，醉月楼和文翁书院那纸团，真是他所为？必定就是他。若他真有惊世之才，为何不早些显露？因为之前没有皇恩分封令，他没有被逼到绝路，他更是拿不准朕到底会不会为了一个数字而得罪整个藩王集团，所以他藏拙装疯卖傻。陛下，可若真用他，就是公开在与庆王，甚至在与所有藩王为敌。所以他要向朕证明他有这个价值才行。重临宴上，朕一定要逼着他出手。明日传朕旨意，各藩王子嗣，无论嫡子还是庶子，都要去参加琼林宴。是，陛下。陛下的身材和皮肤真好，以后不知道便宜了哪个男人。朕不需要男人。那如果那个男人是沈怡安呢？小月你大胆，敢调笑朕！属下知道错了。昨日文翁书院之事，想必众卿都有听闻。大梁公主设下难题，现有高人献平准军书之策，诸卿对此策有何看法？陛下，此策精妙绝伦，若行平准军书，朝廷可掌盐铁之力，调控物价，充盈国库。臣请陛下下旨，尽快推行。王尚书所言有理，但此策若行，必触及地方豪强与某些藩镇利益，恐生变故，需谨慎筹划。陛下，臣以为此策虽好，但过于激进，盐铁之力牵涉甚广，贸然收归官营，恐致地方动荡。臣建议缓行。庆王所言极是，陛下，这平准军书听着好听，实则与民争利。那些盐商、铁商也是我大景子民，朝廷岂能强行夺人生计？众爱卿所言有理，不过朕倒觉得此人接连献策，实乃大才。无论他出身何处，朕都愿以国事代之。陛下，此人深藏暗处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行踪鬼祟。他所献之策，看似为国，实则包藏祸心。平准军书一旦推行，必致天下大乱。秦王所言极是，陛下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所图不明，臣建议应全力追查此人身份，一旦查明，就地格杀，以绝后患。藩王还真是铁板一块，联手向我施压。这沈怡安所立果然正确，如此，朕便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。亲王的意思是要杀我大景功臣？陛下，此人绝非功臣，他若真有心报国，何不堂堂正正入朝为官？臣怀疑他要么是一国细作，
要么就是包藏祸心的乱臣贼子。亲王说的对，此人必须杀掉，以免后患无穷。诸王倒是齐心，不过朕倒是想知道，一个献出复国稳政之人，你们为何如此急着要杀他？是怕他的策论动了你们的利益？陛下误会了，臣等全是为国着想。是吗？那朕倒要问问，若朕偏要用此人，诸位王爷待如何？此事朕自有主张，诸卿不必在意。退朝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陛下有旨，后日琼林宴，凡京城5品以上官员，各藩王流经子弟，无论嫡庶，皆须列席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。钦此。琼林宴有宫女侍奉吗？漂亮吗？这琼林宴好啊，这琼林宴我得去啊。周护卫，陛下此旨能否通融？犬子易安，不须无数，放浪形骸。若在琼林宴上失仪，恐在外邦使臣面前丢了我大景颜面。庆王爷，陛下的意思是，所有子弟，二公子也是庆王府的子嗣，理当出席。周护卫有所不知，犬子易安前几日饮酒过度，至今身体不适，实在不宜前去。是啊，周护卫，舍弟一案顽劣纨绔，怕是会冲撞了陛下。二公子若真病重，可请太医亲自诊治；若无妨，后日辰时，宫门会有人接引。至于二公子的仪表名声，陛下早有耳闻。若真冲撞了陛下，以陛下的大度，也不会在意。既是陛下旨意，本王自当遵从。那便好，属下还要去其他府上传旨，告辞。沈易安，你给我到书房来！哼！笑死人了！这纨绔竟然去参加琼林宴，那可是殿试文武状元才能参加的宴会。沈易安到醉月楼喝花酒是一把好手，但去参加琼林宴，真让人笑话。少爷，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呀？做个玩具防身，叫复合反曲弓。复合反曲弓？没听说过，我只听说过牛角弓。据说武状元能拉开6弹大弓，能射120步呢。6弹，大概是多少斤？大概400斤。牛逼呀！不愧是武状元。可是我听说那什么北燕皇子能拉开10弹大弓，也就是600斤。这次琼林宴上，论拉弓，还是没人能赢他。真是个变态呀！可是北燕的弓弩手都可以拉4弹大弓，而我们大景的精锐弓弩手普遍只能拉3弹。丫头，时代变，蛮力不管用喽。这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还在继续挑衅，除了在醉月楼和文翁书院被沈易安击溃，我大景上下又无一人能够驳倒这2人。陛下，主要这2人提出的问题，纵观上下4000年，都是治国难题，没有丰富的阅历及远见，很难回答得出来。那为何沈易安能够回答得出来？明日我还要去见沈易安，跟他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公子喝嘛。哎呀，沈公子，有人求见。没看见本公子正在忙吗？不见不见。沈公子连我也不见吗？原来是小平姑娘啊！快坐快坐。小平姑娘多日不见，是不是想我？沈公子还真是好雅兴，每日饮酒作乐，又有天仙一般的姑娘陪着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小平姑娘那才是天仙一般的人呢。
沈公子对我的评价可真是高啊。小冰姑娘，你找我有何事？我今日前来是要向你调明我的身份。秦家，我是江南盐商秦家之女。江南盐商在朝中的势力很大，难怪小冰姑娘能有如此气。那都是以前的事。1年前，家父骤逝，我的那3个哥哥、2个弟弟，为了争夺家产，厮杀、下毒、构陷，我秦家的100年基业差点就要毁于一旦。后来，还是我一个女子挑起了大梁。沈公子，告诉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？小冰姑娘，你知道我沈一安是一个不学无术、不折不扣的纨绔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到这个时候，你就别再藏着掖着了。醉月楼和文翁书院的那2道计策，就是你出手的。你还会造宝刀？哎呀，小冰姑娘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那要是说风花雪月，那我确实是一把好手。你要是说计策，我是真不行。这是陛下的令牌，只此一枚，你大可放心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秦家之女，亦是陛下最信任的人。那你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吗？我今夜前来，有3道题需要沈公子来解答。如若沈公子答得上来，那我便向陛下禀报，说沈公子可用；如果不能，那就当今夜我没来过。请出题。第一问：秦家以盐业起家，如今官盐价高之列，私盐泛滥。如若重振盐业，当如何改革？此事我咨询过许多账房先生，但都无良策。很简单，改为盐场，仍由朝廷掌控，将运输和销售交给特许商人，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提货，而后建立平准盐仓，保证盐价稳定，重罚走私。内阁探讨的盐业改革，内阁的一帮老臣和谋士吵了好几天都没拿出具体方略，而你不到2句话，竟然都说得通了。那若地方豪强与官员勾结，又当如何阻挡？那就用连坐举报告密法，鼓励百姓举报走私，查实后走私者没收1半财产，其中3成赏给举报者。重赏之下，那些豪强的对头、仆人，甚至是自家人，都会成为眼线。此招虽狠，却可行。第二问：秦家产业遍布13州，各州掌柜欺上瞒下，账目混乱，尾大不掉。若欲整顿，又当如何？那也很容易，暗访和督察就可以了，4不2直最有效。何为督察暗访？又何为4不2直？说太快，嘴瓢了。其实就是设3杖考成法。何为3杖考成法？就是各地掌柜每月做3本一模一样的账册，1本自留，1本送总号，1本直送东家备案，3册数字必须一模一样，如有不同，严惩不贷。好精妙的法子。然后就是考成，东家常派心腹突然巡查，不打招呼，直奔现场核查库存与账。若用此法来整顿地方官吏，那些阳奉阴违的知府知县、膝盖在糊弄朝廷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近乎妖孽啊！沈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沈公子，你说这秦家这么大的基业，最终为什么要让一个女人承担这一切？能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这小平姑娘爱听现代毒鸡汤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来自于现代的毒鸡汤，你扛不扛得住？能力越大，责任也就越大。你这是在夸我吗？你再说一遍。好家伙，这是喝鸡汤喝上头了，想让你喝个饱，开启人生导师模式。小冰姑娘，你看
人生啊，就像这杯酒，愿听下文。有的人只能喝一杯，有的人却能喝一壶。但那些喝一壶的人，往往要替那些喝一杯的人挡酒。有道理。这皮肤好光滑啊！小平姑娘，你看，世界上分3种人。哪3种人啊？第一种人，知道自己不行就大大方方承认，让别人上。这种人至少不坏。有道理，皇叔就是这样的人，回王府养老去。这第二种人，明明知道自己不行，非要硬撑，最后把事情搞砸了。这种人最可恶。对，朝中不少老臣都是这样的人，自持身份，决策错误。还有第3种人，知道自己行，再难也要。因为如果他不上，那些不行的人上，就会搞砸一切。那我是哪种？奇怪，这手段铁血什么时候会在意沈一安的看法了？小冰姑娘，你就是第3种人，而且是最珍贵的那一种。明明可以选择轻松的路，却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。县官，他不过是一个庶子，朕听了他的话，怎么会这么开心？好奇怪啊！明明知道你在拍马屁，这怎么这么奇怪？朕就是一点都不讨厌呢。小冰姑娘，这不是拍马屁，这是肺腑之言。我要送你3句话。该死，朕居然好期待他的3句话。哪3句？第一句，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你既然要做秦家的当家人，就要受当家人的苦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天知说到朕的心里面了。第2句话，你现在吃的苦受的累，都是在为将来做准备。有一天你回头看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只会让你更强大。有道理。这姑娘好爱喝荔枝鸡汤。第3句呢？第3句话，这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了路。哎，小冰姑娘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男人走的路是路，凭什么女人走的路就不是路啊？对，小冰姑娘，我要用别人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路，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。沈公子学识渊博，我佩服。敬你一杯。不，是我们2个一起敬明天。好一个一起敬明天。干了。沈公子，这些东西你是在哪里学来的？真听，真看，真感受。小平姑娘，你记住，女人也能顶半边天。没错，女人能顶半边天，这是天子，这就是天。那再顶半边天，那岂不是顶一个半的天？沈一安，
这户定了，大不了打沉那7个藩王封地。小声点，沈一安睡着了。陛下居然在关心沈一安，主子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过一个男人？陛下，该回宫了。哦，把我的大杈拿来。周月，你说这沈一安会不会真心喜欢一个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。该死，只顾着听他说一些奇怪的话，没注意到他一直在吃我豆腐。走，回宫。是，陛下。哎，小冰姑娘，小冰姑娘！我操，就这么走了？你还没告诉我，陛下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不会保我呀？亏我喂了你这么多鸡汤，你简直就是提上裤子不认人！有吗？啊，那个负心女什么时候走的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沈公子这是被人家姑娘吃干抹净了。什么吃干抹净？你自己看。啊！这傻的，居然敢非礼我！我要报官！这纨绔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整夜宿醉醉月楼不说，现在更是披着里面姑娘的大氅回家。哎，你看他脸上还有唇印，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怎么疯狂的。笑什么？啊？这是里面的姑娘心疼我，特意给我披上。你这成何体统？大哥，早啊！昨天晚上喝酒有点冷，小平姑娘心疼我，就把衣裳借给我。风尘女子的衣裳你也穿，还招摇过市？大哥，她不一样。风尘女子都一样。逆子！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把来路不明的贱女人一物也往府里带，庆王府的脸被丢尽了。父王，这东西是要归还人家的。李福，把这阿杂东西拿出去烧了。是，王爷。父王，这是旁人物件，你做不了主。哼，你的命都是我的，我怎么做不了主了？那如果我说我的命你也做不了主，怎么？你成精了不成？若我真成精了，哼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那我倒是想看看父王是怎么捏死我。这么说，你得到了什么风声？认为皇恩分封诏可以护住你吗？明日琼林宴，你若是敢说一句话，敢出半分丑，本王打断你的腿。李福，把那阿杂东西烧了。是。哎呦，这是上等江南云锦吧？啊，还绣着金线呢。这风尘女子都这么有钱吗？王爷让烧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烧了多可惜呀！那废物庶子的东西，就算他知道，也不敢来找我讨要。哎呀，等过些日子，我就穿这身回娘家，让那些穷亲戚看看我过得有多风光。可王爷，你还真听王爷的话把它烧了？你在王府30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王爷呀是不会因为一件大厂怪罪你的。
哎，那行吧。明日群灵宴，各府邸的圣旨都传到了吗？回陛下，各王府大臣府邸都已接旨。庆王接了旨，但脸色有点难看。他当然不好看。对了，沈一安今日在做什么？沈一安上午貌似在自己房间造什么玩具，下午他拿着您那件大氅，在各大客栈、商铺四处打听，说是要找姓秦的盐商之女，还嚷嚷着什么？嚷嚷着说姓秦的那女的不地道，吃干抹净不认人，换了他的清白。他还说他要报官。这个登徒子分明是想知道朕是不是铁了心保他。陛下，您坠入爱河了？有吗？还有一事，陛下，今早沈公子披着您的大氅回府，被庆王当众扯下，扔在地上，踩了好几脚。沈一安与他爆发了冲突。那沈一安呢？受伤了吗？沈一安没事，只是庆王说那件大氅是贱女人的。好一个庆！那件大氅呢？庆王命管家烧了，但安未回报。管家知妻王氏把这件大氅私藏了起来，说要带回娘家炫耀。哼，他倒是会捡便宜。等群灵宴结束后，朕要亲自去庆王府讨要那件大氅。朕倒要看看那个庆王敢不敢拦朕。陛下，您这是要为了沈一安和整个藩王做上对立面吗？其实朕之前一直都在担忧，为了一个庶子得罪整个藩王集团，值不值得？毕竟削藩不是一朝之功，当下国内安稳，得罪藩王们似乎确实不划算。但有人告诉我，这天底下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他还告诉我，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沈一安，朕护定，那些藩王们拦不住朕，朕说。另外，传朕的旨意，在设置群灵宴座位时，在朕的御前屏风处，也就是御座之侧，加一个亲王的席。亲王席位，陛下，这沈一安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他值得。琼灵宴今日开席，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，琼灵宴上要与我大景的年轻俊才进行文韬武略的较量。文方面，那北燕皇子霍巴顿熟知中原文化，这武功方面，据说霍巴顿可拉开10弹的大功。什么？10弹？我大景的新科武状元也才可以拉开6弹呢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些养在深闺只会吟诗作对的公子哥，怕是难敌呀。谁说不是呢？前些日子，如果不是有高人在醉月楼和文蒙书院出手，我大景就颜面尽失了。就知道找他人置气，万一今天高人也在呢？对呀，还有那个高人，还有那位高人。可是那高人他只会文韬，不会武略呀。哎呀，就是啊。庆王爷，这不是你家那位风流才子吗？你怎么坐在这儿，还没睡醒呢？沈王兄有所不知啊，这沈公子昨晚可是在醉月楼，不知道在哪个姑娘身上刻苦用功，对吧，亲王爷？我还听说这沈公子和醉月楼的一位风尘女子相爱，那女子还送给他一件粉红色的大氅做定情信物呢。还不快下来！本王怎么跟你说的？父王，我在这上面晒晒太阳，这太阳好暖和，冬天快到了，晒晒太阳补补钙。沈公子倒是会找地方，可是今日这琼灵宴可是比的真才实学，而不是比谁会找地方晒太阳啊。亲王为何不给他批个假呀？这琼灵宴对他来说没有醉月楼有吸引力啊。沈一安，你再敢给本王丢人现眼！哎呦，这马车好啊，真气派，一次性拉4、5个姑娘也不拥挤。本世子明天就要买一辆。还不快点给本王滚进去！滚就滚！
哼！哎呀！国公，你说今日那位高人会出现吗？岁月楼和文翁书院2次出手，都是在紧要关头。今日琼林宴关乎国体，若他真是忠君爱国之士，理应现身。文策只是老夫不担心的，那高人可能会出手。老夫担心的是五匹。是啊，老夫也担心呐。方才我看到了霍巴顿背负的牛角巨弓，足有1人高，太夸张了。能拉10弹弓啊，射程200步，而我大井的武状元也才能拉6弹弓，射程150步。北燕人骁勇善战，大井比不了。可是庆王府的2公子当面，今日怎么不在醉月楼流连，反而来此琼林宴呢？你哪位？有没有点边界的？我认识你吗？就随便跟我搭话。在下乃新科状元张玄礼。不认识，在下只认识醉月楼第一花魁。张状元莫要生气，这沈一安虽然不学无术，但也想看看这历代状元集会的地方，考不进来还不能沾一沾嘴，进来看看吧。是啊，是啊，陈小王爷言之有理。要不是陛下有旨，这沈一安这辈子都无法踏足琼林宴。沈一安，听说你精通音律，不如待会儿在宴上给大家弹奏一曲助兴。装什么清高？不过是个庶出的废物。虽然我们也是庶出的，但是我们好歹真才实学，你也配跟我们通信？我跟你素来没有任何交集，为什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哼！去年我那庶出的兄长，对我最好的兄长，就死在你父王的手里面，半边脸都被砸烂了。哼！今年你也会死在我的手里。你也会死在我的手里。一子而杀，藩王们，你帮我杀庶出的儿子，我帮你杀庶出的儿子，你倒是不笨，放心，我也会让你死得很惨的。你敢不敢说的大声？你当我傻呀？这是藩王们私下的秘密，谁敢大声说？不敢大声说，那你猖狂个锤子！这怎么打人？来来来，你大点声说！藩王们的一子而杀，你敢不敢大声说？啊！还手啊你！沈一安，你找死！你再废话，这就大声喊！藩王们一子而杀！沈一安，你别过分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今日外邦使臣在侧，陛下亲临，你居然还敢动手，小心陛下治你的罪！哼！刚才我和陈留闹着玩的，不信你问他。你也不想别说藩王们一子而杀的事情被陛下知道吧？对对对，我跟沈一安闹着玩的。设敌无状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沈兄客气了，谁不知道你这位二弟与众不同啊？理解。沈公子在醉月楼是如鱼得水，但是在这琼林宴，你却四处碰壁，如坐针毡，真是风趣呀！啊！笑吧，尽情的笑吧，马上就有你们笑不出来的。陛下驾到！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宣北燕皇子
霍巴顿大梁公主梁实熙进殿。差不多了。听闻陛下登基1年多，还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真容。我也从未见过陛下真容，但据我父亲所说，陛下长得是魅惑众生，国色天香。搞什么屏风，挡什么挡？我还想看看女帝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小声点，小冰姑娘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说是陛下的近臣，今天这种场合应该会在啊，给个准信啊！也不知道陛下到底什么态度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找青楼女子，没救了！陛下，今日外臣还想再向大景年轻才俊讨教一二，先讨教文策。准了。若一国连年丰收，粮仓满溢，而邻国饥荒遍野，流民百万，当开仓救济，以显仁德，还是闭关自守，以防流民冲击边府？大景年轻才俊，谁来回答？此问看似简单，实则两难。没错，赈济恐消耗本国储备，引来更多流民；不赈，又恐邻国饥民生变，成为盗匪，侵扰边境啊！大家可以畅所欲言，不必拘谨，回答优越者优势。陛下，学生以为当有限赈济，可在边境设粥棚，每日定额施粥，如此既可彰显仁德，还可以控制流民数量，只需在边境增派边防，以备不测。若流民见有粥棚，聚集不散，越聚越多，最终冲破边府，当如何？学生答不出来。连大景的新科文状元都答不上来，看来大景是没落了。哼！连大景的新科文状元都答不上来，看来大景是没落了。边防为重，当强硬驱逐。若因此激化矛盾，邻国饥民团结反抗，甚至邻国朝廷介入，岂非引发战事？我觉得可以给邻国一些粮食，让他们自己处理内政。若邻国兵强马壮，胃口极大，不断要粮呢？那就打。那要是打不过，这怎么可能？你问问陛下，现在大景国库敢开启战场吗？蠢材！我回答就不要回答，非要揭开遮羞布。陈王嫡长子根本就不了解战场的残酷性，多么费钱！至少谈兵嘛。大景人才济济，竟无人能解此民生边防两全之策。回答的猫不像，狗不像。这新科状元和靖王嫡长子沈奕辰以及陈留的回答，一个4平8稳，一个作风强势，一个异想天开，实则均无治国经验。陛下，这分明是在试探我国对北燕边境流民的态度，答不好就是两国相交失误。我觉得大景的这些年轻人怕是难以应对。我看未必没有人能够应付。此问涉及边防、粮政，两国相交，年轻一辈确实难当。就算是我等，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好的对策。这本就是几千年来的难题，就是不知道那位神秘高人的回答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位高人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现。这问题很难回答吗？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一个个答得这么费劲。你一个纨绔，你懂什么？你上去回答呀。小平姑娘不在，陛下也没明确态度，我再观望观望，先苟一手再说。陛下明确什么态度？关你屁事！陛下，看来此题大景才俊还需思考。那本皇子就来问第二问。皇子且慢，陛下实系有疑问，想请教大景才俊，特别是那位在文翁书院献出平准军书妙策的高人。准。
若一国欲行平准军书，却因地方豪强联合抵制，暗中破坏官仓，煽动百姓抗法，当如何破局？这大梁的小丫头片子真大胆，哼，直指削藩新政推行中的实际阻力。我看今天谁敢回答？小月，这题我之前听沈一安解答过，但你说这新科状元张玄礼，他敢不敢解答这个问题？如果他敢回答，那么就说明他愿意成为陛下手中的新政大刀；不敢回答，那就说明他会被藩王腐蚀。没错，他要是解答这个问题，他就是孤臣，但正确的就是孤臣。公主此问，怕是更难。实系相信，那位高人今日定在。毕竟，能写出平准军书那般经世之策的人，绝不会是畏首畏尾之辈。这沈一安怎么还不出手？他还在等什么？陛下，有没有种可能，沈一安不是那个高人啊？否则他怎么还不出手？石溪有些失望，看来大景的年轻人不仅没有才华，更加没有血性，还不如我一个女流之辈。传令，陛下说了，若谁能够回答得来，赏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亩，赐府邸1座。沈一安，你不是说假的吗？你上去答呀！这么多钱，钱很多，但也得有命拿才行。陛下如果就是这诚意和态度，我还是苟着吧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陛下，今日琼林宴文册让人很失望，希望等下无笔能让我眼前一亮。本相来回答你这个问题，老夫也可以回答。谢相，郑国公，他们是在跟大景的年轻人请教，你们就不用掺和了。真是让人失望，看来大景确实无人了。陛下，请恕我直言，大景年轻才俊，担不起这江山未来，不如让他们趁早滚蛋回家。大胆，在陛下面前也敢言语如此粗鄙！你的问题分明就是居心叵测，让人如何回答？分明就是你北燕国的内政自己解决不了，来我大景取经来了，还妄图煽动我大景的君臣关系，该杀！你们倒是回答呀！肃静！陛下，这沈一安到底在等什么？你不是都说了要赏赐吗？他是不是答不出来啊？他回答得出来，但他不想回答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朕想想，朕懂了，他是在等朕明确态度。谁要是能回答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的问题，朕便赏黄金10000两，良田100顷，府邸1座，并封督察院监察御史。督察院监察御史虽然只是从五品，但可是皇帝心腹，可参与核心决策，是朝廷命官。藩王们想要杀我，怕也是要掂量一下。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答题了。就凭你，哼！陛下这是要公开与我们对抗了。哼，放心吧，这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的问题，就算是老谋深士，也不一定回答得了，更何况这些年轻人。莫慌。对，不要慌，无人能答的。确实，这倒是实话。这2位的题目都是治国的大难题，就连我一时半会儿之间也没有好的对策。确实心动了，奈何实在是回答不出来。这2人的题目很刁钻，有些问题几千年来都解决不了的。可有哪位年轻俊才能够回答的？啊，那啥，我可以讲2句吗？那啥，我可以讲2句吗？他干什么？难道他想回答这几个问题？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快给我坐下！一个纨绔，他也配吗？老弟，休要胡闹，这不是你该说话的地方。草民沈一安，庆王府庶子，愿为陛下分忧，为国立功。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野。
终于等到了。陛下，他站出来了。沈一安，你昨晚在醉月楼喝糊涂了吧？沈一安，这可是琼林宴，不是你那醉生梦死的醉月楼。现在纨绔也可以回答治国策了吗？你要说玩女人的心得，这沈一安在，但治国策，哼，算了吧。沈一安，赶紧滚出去！父王，孩儿平日虽爱玩闹，但也读了些。当今国难当头，外邦挑衅，孩儿身为大景的子民，理当为陛下分忧。沈一安，朕准你的。陛下，犬子愚钝，岂敢？亲王，朕说准他的。诶，这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好像在哪听过。不管了，先回答吧。你就是京城有名的纨绔沈一安。本王听说过你，醉月楼常客，怎么今日不喝酒，改治国了？沈公子，治国可不是喝酒作诗，需真才实学。你若答不上来，丢的可是大景的脸面。不试试，你怎么知道不行？好，既然你敢站出来，就让本皇子看看你的真才实学。沈公子，本皇子有3问，你先答哪一问？那就按顺序来吧。第1问，邻国饥荒，流民100万，当以赈济还是闭关？正是。此问不应2选1，而应多管齐下。愿闻其详。第1，当有限度开仓，但不在边境设州，而是在邻国境内设点，与邻国协商，我方出粮，对方出人管理，既显仁德，又避免了流民在我边境聚集。亲王爷，你这个庶子看起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，他的回答有些道理，且听他说完。若邻国朝廷腐败，贪墨赈粮呢？所以要有第2条，以工代赈。我方出粮食，雇用流民修建道路、水利等基础设施，既解决流民生计问题，又为日后两国贸易往来打下基础。同时，我方派人监督，粮款直接到县城，减少贪墨。这沈一安有点东西啊！妙啊！听到了没？这沈一安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就凭这2条，就比得上新科重。难道他真的是伪装成纨绔的？继续。3，加强边防，但并非强硬驱逐，可设立临时营地，对流民进行登记检疫，挑选青壮年参与以工代赈，老弱妇孺则提供基本口粮，待邻国灾情缓解之后，助其返乡。若流民不肯返乡呢？那便是第4条，移民实边。若流民中确有记忆者或愿垦荒者，可永其在我边境荒芜之地落户，给予土地、粮食免税3年，既解决了流民生计问题，又开发了边疆，故我以为此题答案并非开仓或闭关2选1，而应是有限赈济、以工代赈、加强兵控、移民实边，4策并举，既显仁德，又顾边防，更可化危机为机遇，更可化危机为机遇。妙啊，妙！4策并举，面面俱到。千年来各国解决不了的难题，被你4策便是化解。好小子，有见地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还有这种解决办法？这4策并举简直是太妙了！就这一个问题，就让我等大开眼界。好，这就是你那不学无术的儿子？这回答滴水不漏，又极有可能落地，可完美解决各国边境流民问题。这是沈一安能够想得出来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回答得出来？怎么还回答得如此的完美，思路如此的清晰？这还是那个只知道在醉月楼
风花雪月的纨绔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个世界疯了？所以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沈一安，意气风发，条理清晰。陛下眼光独到。北燕皇子这第一问的回答，可还满意？沈公子高见，本皇子受教。那沈公子，请听第二问：若一国欲行平准军书，却遭地方豪强联合抵制，暗中破坏官仓，煽动百姓抗法，当如何破局？这不是文翁书院前那高人回答的问题吗？如果沈一安回答得上来，他就是那个神秘高人，不可能吧？你这弟弟可能就是那高人，不可能吧？小月，你说他会回答吗？不确定，是有些紧张了。陛下这是要我当众表态了。沈公子，请答第二问：平准军书推行受阻，当如何？公主此问，实则是问新政如何破局。你将这问题拿到琼林宴上来说，是何居心？这哪里是在问商政，分明是在挑起朝廷与我等藩邦的矛盾。肃静，听沈一安说。沈一安，朕且问你，愿不愿意回答？陛下，臣一旦回答这个问题，相当于所有藩王走上对立面，对吗？一切有朕，朕只问你，愿不愿意回答？臣愿。且听我详细道来。破局之策在于明暗结合，刚柔并济。愿闻其详。第一，派遣钦差巡查，若遇破坏官仓、煽动民变者，就地正法，先斩后奏。好狠的手段！你这庶子每个对策都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好狠毒啊！其二，设立新政督察司，专查抵制新政者，凡涉案官吏一律严惩。第三，对于参与抵制的豪强，抄没部分家产，充作新政经费。这个小子不给我们活路啊，全都会打在我们的七寸上。这小子这么狠，如此强硬，不怕激起更大反抗，所以才要有柔的一面，暗地里分化瓦解。对于豪强中态度摇摆者，可以拉拢。嫡长子不给我们分家产，那我们就联合起来对抗他。如果朝廷采纳了沈一安的提议，那我们就可以投靠朝廷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正是，有理。其次，争取民心，将抄没豪强的部分财产用于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，让天下看到新政。得民心者得天下。那些豪强再强，若是失去了民心，那也不过是无根之品。这真的只是一个纨绔吗？他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些对策？他明明是个纨绔啊！沈小王爷，你这弟弟藏得可真够深啊！此策可行，一旦推行，藩王的封地内肯定会起骚乱。没错，有骚乱就有破绽。沈一安，你真是个大才！你真是个大才！朕真的震惊了，他不仅懂治国，还懂人心和权术。陛下，我看走眼了，他根本不是纨绔，而是惊天伟地的奇才。我知道，听他一席话，感觉朕这21年白活了。沈公子大才，实系心服口服。这第二问你不仅答了，更是给出了推行任何新政的通用之法。受教了。连出2题，连解2题，而且不是勉强作答，简直是完美的解答。本王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儿子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一定是提前知道了题目，一定是。就算是提前知道了题目，也不可能回答的这么有思路，如此完美。沈公子，小女子还有疑问，请说。醉月楼和文翁书院的2寸，都是出自你手吧？不才，朕是。什么？当真是他？没错，醉月楼和文翁书院的纸团都是我写的。
秦王爷，给个解释吧。你这庶子隐藏这么久，为何你却没有丝毫察觉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不可能，他什么水平我是知道的。小月，看这些藩王和百官们吃品，朕心里痛快极了。陛下，这沈一安隐藏得太深了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呀，就是一个登徒子。沈公子大才，在下佩服不已。但我还有第3问，才是真正考究。霍巴顿皇子，请说。你要答出来了，怕是要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沈公子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一旦听题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若是回答，你就成为了陛下手中的新政大刀，直接砍向大景的7大藩王。你若是不回答，那就得罪了陛下。多谢公主提醒。霍巴顿皇子，请出题。好，那我便问了：若一国欲推行新政，遭满朝反对，政令不出宫门，该如何？霍巴顿这道题已经不是在问策了，而是在问如何解决大景朝堂出现的僵局。没错，确实是在询问如何让陛下的政令突破藩王和老臣的重重阻挠。看来北燕虽然属于草原国家，但也有类似的困扰。我觉得这沈一安不敢回答，看他如何应对吧。逆子，你要敢回答，我今天便宰了你。亲王爷，他要是敢回答，今晚就将他打杀了。请问沈公子，这题敢答吗？有何不敢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若欲推行新政，遭满朝反对，政令不出宫，该如何？请沈公子作答。霍巴顿皇子的这个问题，无非就是一句话总结：政令是好的，但执行之人欺上瞒下，落实不到位。沈公子说得很直白，不识字的百姓都能够听懂。可怎么解决呢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方才的2问之中。细细说来。谢校，方才第1问，臣答邻国饥荒之策，其核心是以工代赈，分化瓦解，争取民心。第2问，臣答平准军书，受阻之策，其核心是明暗结合，拉党并举，培养新人。政令不出宫门，其根本不在于政令本身，而在于执行者。政策有损他们的利益，他们不愿意执行。哼，逆子，看着本王干什么？本王何时不执行新政了？父王，我又没说你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逆子！靖王，让他说完。关于分封新政，我自然有几句肺腑。好啊，那就且听听你这隐藏多年的大才到底有何高见。沈大公子，你可想好了回答？回答的不好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新政不必急于全面推开，可选1州1县进行试点。什么是试点？比如选择一位愿意配合的藩王，在其封地内先行试点皇恩分封诏和平整军书等新政，让天下人看好新政之力，树立这个藩王为标杆。你这个方法怕是不行，谁愿意做这出头鸟啊？这个行不通的。藩王们各自为政，如果愿意把封地拿出来试点，就不会对抗新政了。没错，藩王们为了对抗新政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怎么可能去试点呢？亲王爷，我还以为你这儿子有什么高见呢。我们铁板一块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庶子就是庶子。想得太简单了。反正我们7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他见识浅薄，太想当然了。藩王们不会答应的，连给儿子分家都不愿意，怎么可能让您插手他们藩地的内政呢？不慌，再听听。他只是个庶子，自然不了解藩王们是一体。就是，只有我们这些嫡长子才知道如何去治理藩地。
沈公子，这个方法怕是不行。如果你就是这个答案，那在下有些失望。不会有哪个藩王会拿自己的封地做试点。谁说这个办法不行了？我既然敢说出来，就有10成的把握。我既然敢说出来，我就有10成的把握。沈公子，快说。陛下可以找到一个藩王，私下许诺，若该藩王全力配合，其家族子弟可优先入朝为官，其封地有特权。这是分化瓦解之策，让藩王内部先乱起来，不再是铁土一块。真是笑话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离间我们了吗？对呀，我们各自为政，舒服得很。朝廷的这些特权和讽刺，我们根本看不上眼。入朝为官，吸引不了我们。若寻常世家，可会心动。但藩王们可就不一定了。你说的不错，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一位新的藩王进行试点呢？这小子糊涂了吧？这陛下都要削藩了，怎么可能产生第8个藩王？没错，大景就我们7个藩王，没有第8个。就算是有，也早就被我们灭了。据我所知，大景就7个藩王。哪来的第8个藩王？沈公子，大景是不可能有第8个藩王的。大家都忘了吗？还有20岁，我就20岁，我就可以分家了。庆王藩地一共36城，我可以分12城，我就是第8个藩王。我愿意拿出自己的封地来进行试点。沈一安，你他娘的！提我娘干什么？想下去找他？哼，好小子，在这儿等着我们呢！有趣儿，实在是太有趣儿了。我怎么这么想笑呢？小月，笑死朕了！你看看藩王们的脸色。陛下，这沈安的脑袋好灵活，前面铺垫了那么多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呢。你说他无赖吧，偏偏他的话语里都是大景律例的依据。这人真的好生有趣。陛下，您好像有点坠入爱河了。沈公子，你的思维我们跟不上啊。沈公子，我真佩服你啊。所以臣成功就藩之后，愿意拿出自己的12城封地作为新镇试点，推广新镇，让天下之民看见新镇的好。臣愿意当这个标杆。无耻！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如此的不要脸，要糟糕！沈公子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你竟然把自己当做新政的大刀。大家别急，我还有一次能更稳固。试点推进顺利后，就另起炉灶，培养新血，壮大朝廷力量。沈公子，快说！在试点区域内设立新镇学堂，凡是我大景子民都可以参加特科考试，毕业之后直接派往新镇试点的地区任职。同时，对地方官员进行年度考核，凡是新镇推广不力者，3年内不得升迁；凡推行积极且成效显著者，破格提升。如此，不出5年。朝堂地方皆可为陛下所用。朝廷官员到我等藩地任职，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份子。沈一安竟要动摇我等根基，恶出身，唯才是举，这是要启用庶子，分化我藩王子弟。好一个另起炉灶，此次可解这无人可用的境地。主子，那些藩王庶子怕是要坐不住了，要纷纷投靠朝廷了。这正是沈一安的高明之处，他在为自己，也在为所有庶子铺一条活路。新政可当，庶子也可入选。若真如此，似乎也是一条活路啊！嘿，这小子计策起效了，对我的脾气爽。
向自己的老爹挥动新政大刀啊！好，看到了吧，庶子们都坐不住了。沈公子，我想问一下，庶子该如何防备被暗杀呢？嫡长子就一个，你们就不会联合其他兄弟杀嫡长子吗？嫡长子一死，然后你们这些庶子坐到一起，慢慢商量怎么分家呗。我操！慢慢商量怎么分家呗。这沈一安，好厉害的手段！陛下，这么一看，沈一安还挺帅的。以身为饵，既向陛下表忠心，又为自己寻求庇护，沈公子此计可谓一石三鸟啊！这是阳谋啊！哼，无解呀，除非庆王抗旨。庆王府拥兵8万，实力很强。但谢相，你忘了吗？老夫拥有30万大军，只要他敢说个不字，我马上武力镇压。好你个沈一安，为了活下去，你还真是个无赖。主子，他这是把所有人都算计进去了，用新政试点换取陛下的庇护，让陛下不得不保他平安就范。何止是不得不保，他这是在告诉朕，只要新政能推行，他愿意做那个标杆。不过他这么做被藩王们所仇视，也会被朝中其他旧臣所不喜。孤臣好，朕就喜欢孤臣，也只有孤臣才能做出这样的事。逆子，竟敢拿本王的封地换自己的活路！庆王爷，这下麻烦了。他当众提出要以自己的封地做试点，陛下一定会力保他平安就范。我们若阻挠，就是公然抗旨，怕陛下到时候会不顾朝堂安稳，直接对我们进行武力镇压。这小子够狠，为了活命，不惜把亲爹和所有藩王都架在火上烤，不惜一切代价诛杀沈一安。这沈一安似乎为我们这帮庶子趟出了一条活路啊！我等会儿我就回家找父王，说我要封地。我们也可以理所应当要封地了，要求就藩。他竟然拿自己的封地，不是拿庆王的封地，去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。关键是，他把庶子们联合起来对付嫡长子，这招太狠了！我那几个庶出的兄弟看我的眼神，都已经不太对劲了。沈公子，新政试点意味着你将成为众矢之的，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会盯着。霍巴顿皇子既为标杆，那就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。我既然敢提出来，早就做好生死的准备。为了新政，为了大计，臣哪怕生死无怨无悔，只求能为陛下分忧解难。好不要脸的人啊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这么不要脸？哼，为了活命，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臣相信陛下定不会让忠臣寒心，更不会让新政的标杆倒下。只要陛下支持，臣无所畏惧。朕很欣慰。北燕皇子，大梁公主，我大景人才济济，可还服气？沈公子大才，在下佩服。但是这琼林宴还有五笔。沈公子是文弱书生，五笔恐怕不擅长吧？那个试试呗。陛下，大梁国护卫刚刚拉动9弹弓，射程120步；北燕皇子霍巴顿拉动10弹弓，射程150步。我大景的武状元呢？成绩如何？武状元刚刚拉动8弹弓，射程90步。大景武状元不过如此。末将惭愧。陛下，8位武将之子，12名军中精锐，最好的也只是拉开7弹弓，射程85步。看来这琼林宴比武是我北燕胜了。大景陛下，我北燕的军备力量如何？看来大景
确实文强武弱。治国之道，需文武并重，缺一不可。我大景的军备竟真落后至此。北燕以骑射立国，功力却胜我大景一筹。难道我大景真的没人拉得动10弹弓吗？陛下能拉10弹弓者，万中无一。没错，陛下能拉10弹弓的都是天赋异禀。我军中能拉9弹弓者不下100人，至于8弹弓，不下于300人。别急，我还没比呢，沈公子，你要比射箭，不错。沈公子是治国奇才，但这弓马骑射，怕是有力不逮吧？沈一安，你这小子是不是迷失自己？你这小身板，我一拳就可以打死，还要跟人家比射箭？林不清还真当自己文武双全吗？沈一安，不要逞强。陛下，相信我。沈公子，你这弓高不足1米，怕是威力不足吧？能射10步远吗？这看起来像是玩具啊！胡闹，这如何能比？拿小孩子的玩具弓去对北燕巨弓，这不闹笑话吗？沈公子，不要自取其辱。别小看我这弓，这可是我花了2天时间才做出来。我这牛角巨弓可是花了749天打造，你就用你这花费2天时间打造的弓跟我比试，你这是在侮辱我。对了，我就是在侮辱你！太狂妄了！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拿这把弓侮辱我。那个靶有多远？沈公子，那个靶250步。好，就射那个。沈公子，我得提醒你，那个靶子是12弹大弓的极限射程，只是摆设，从未有人中过。250步，哼！我北燕第一神射手，拿12弹强弓顺风，才能勉强射到230步。你这玩具弓！我说了，我就射那个。这小子膨胀了，装疯卖傻罢了。陛下，我是否上去让他不要胡来？不急，再看看。你若真能射到250，就算脱靶，本王也认你有点本事。不是射到，是射中。啊！陛下，陛下，中了！沈大人一箭正中250步靶心，入目3寸。不可能！陛下，真的中了，这箭神了！陛下，这可是250步啊，这么巧的一个弓就完成了。这沈一安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？陛下，这沈一安也太神奇了吧！我都有点忍不住想爱上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把你许配给他。皇子，还需要比吗？不，你这弓叫什么名字？反曲复合弓。啊，沈一安，可否让老夫看看？嗯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奇怪了，拉起来丝毫不费力，偏偏射程这么远，而且还这么大的威力。这把弓3弹拉力可达到12弹弓的射程，通过结构力学设计。这真是2天做的吗？确切的来说，1天半。如果工部的人配合，材料充足，单人1天可造3把。就我大景汴军万人配备此弓。那北燕骑兵还未冲到满步，就已折损30%。哼，皇子啊，世道已经变了，谁说这小弓啊就杀不了人呢？沈公子，石溪也想试试看。可以。可是石溪不会用呢，沈公子能否教教我？嗯。
要脸的狗男女！小月，你去把沈一安给我上来。此弓我一个弱女子都能射出250步。对，此弓不需天生神力，射程远，准度高。传统强弓需练臂3年，但此弓1月可成。北燕皇子，你说你北燕军中能开9弹弓阵，不下100人，那如果我告诉你3月之后，我大景将有1万名，射程200步，可穿透皮甲的弓手。大马士革钢宝刀也是你打造？不错，近战我们有大马士革钢宝刀，远程战争我们有反曲复合弓。什么？被誉为神兵利器的大马士革钢宝刀也是他造的？成王，要不我废嫡立庶，立沈一安为嫡长子？无法不可变。就是，咱们说好就是一起的，这废嫡立庶算怎么回事？庆王，当初你杀我们儿子的时候，可没有丝毫的心软。陛下，若得此功，我大景边军战力可增3倍，北燕骑射优势将荡然无存。陛下，臣建议沈一安任工部侍郎打造此弓，专司军械革新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沈一安年仅19，难当此重任呐。是啊，陛下，军国大事岂能儿戏呀？各位大人，我知道你们不服，凭什么我一个庶子，一个纨绔，可以在短短时间内一跃成为正3品工部侍郎？那我告诉你们，就凭我可以让大景的士卒少流血，边关少牺牲，可以让北燕的铁骑再不敢南下牧谷，就凭我可以宣布，弓马骑射的时代该结束了。今日琼林宴本可治国策，无可革新功。是沈一安让我看到了大景的希望，但是也让我看到了大景的危机。军备落后，人才断层。若是今日没有沈一安，大景颜面何在？即日起，封沈一安为工部侍郎、军械部总理，可入宫不拜。臣领旨。北燕皇子、大梁公主，今日沈爱卿的表现，你们可还服气？陛下，我游历七国，见过无数智者、谋士和枭雄，但像沈大人这样的人，我是第一次见。沈公子之才，惊为天人。我大梁若有如此人才，何愁国事不兴？沈公子，实习还有一事相求。公主请说。明日晚间，醉月楼天字1号房，就你我2人，单独一叙，不知公子可否应允？公主都不怕，在下有何不敢？那一言为定。陛下，我后日便离开，所以明晚在醉月楼，外臣还想讨教一下大景人才的诗词歌赋水平。准了。好，治国策我们不如沈一安，但若论诗词歌赋水平，我就不信沈一安还会诗词歌赋。诗词歌赋，霍巴顿也是有备而来。明日大景的年轻人怕是会丢脸。这不是有沈一安吗？沈一安不会诗词歌赋吧？秦王爷对于杀沈一安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秦王爷不会真的舍不得了吧？肯定舍不得喽，毕竟啊，这庶子这么优秀。秦王爷事已至此，你可绝不能心软。沈一安生母柳氏的继承就在3日后，我早已经让沈一安准备去白云庵后山祭拜，那里山高路险，是动手的好地方。可今日看来，沈一安聪慧异常，他今年极其有可能不去啊。没错，我会逼他去。白云山情况复杂，沈一安可以死在匪盗手里，也可以死在野兽口中，那样陛下就算动怒，我等也无关。这是我让人写的文章，明日就会在京城中流传。内容很简单，孝道乃立身之本。他沈一安愿做新政标杆，就应该为做天下人表率。若连生母的继承都不亲自去祭拜，又何谈标杆与表率？妙啊！他若不去，就是不忠不孝，德行有亏，不愧为这标杆。他在琼林宴和我们玩阳谋，我也跟他玩阳谋，看谁玩得过谁。他必须死。不过
陛下有可能派人保护他。白云庵后山山路情况复杂，没个2万人是无法做到严丝合缝的保护他，总会有漏洞。此事还需要诸位王爷的鼎力相助。楚王爷，你负责安排人在京城散布谣言；苏王，你负责安排人收买白云庵的尼姑，在沈义安祭拜时制造混乱。陈王，你负责动手。秦王爷，这论杀儿子，还是你够狠。好，3日后我来动手，我定叫这沈义安死无丧身之地。沈公子，琼林宴上人多眼杂，有些话不便深谈。现在总算有机会跟你独处了。公主有何指教，但说无妨。指教不敢，实习初见公子便觉与众不同，便对公子倾心不已。公主过誉了。此刻只有你我，换我石溪便好。沈公子，石溪虽为大梁公主，但自幼仰慕中原文化，更仰慕公子这般大才。若是公子愿意，石溪便向父皇举荐，封你为大梁国师，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尊荣。哎，公主，别这样。怕什么？此刻只有你我。你在大井要提防父兄暗害，来我大梁，我可保你。啊哈哈哈！小平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姑娘是？哦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平姑娘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小平姑娘是怕本公主对沈公子做什么吗？她还不配让我担心。大梁公主，楼下诗会马上就要开始，北燕皇子和诸多俊才都已在楼下等候。你与沈公子单独在这里独处，怕是不合适吧？也好，那我们楼下见。唉。哈哈，小平姑娘，你来的太及时了。这什么大梁公主也太……沈公子，不是一向喜欢女人投怀送抱吗？怎么，现在反而矜持起来了？小平姑娘，你误会了，他突然就勾住我的脖子，来不及反应，我严重怀疑他抢我的身子。现在男孩子在外面，还真是得保护好自己啊。我看沈公子倒是享受得很啊。天地良心，我沈一安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不是，我跟你解释什么？咱们俩又没关系。哦，我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，吃醋了。沈公子是朝廷重臣，与他国公主来往密切，怕是会遭人口舌。我只是提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喜欢我。下楼吧，书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陛下说了，如果你不能全力以赴的话，就把你发配到庆王藩地去。哎，小平姑娘，你一定要在陛下面前多说说好话。那就要看你表现了，能不能立功。如果丢了大景的脸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把那什么沃巴顿和梁17搞得死透透的。少吹牛，多做事。诸位，今夜诗会，不论国事，只论文采。本皇子先抛砖引玉。我北燕生于草原，长于马背，最敬英雄。今日便以这乱世英雄为主题，请诸位赋诗词一首，以彰豪气。在下不才，偶得一首拙作，塞上曲。烽火连天照九州，英雄提剑立荒丘。血染征袍何惜死，马革裹尸志未休。此人诗才确实了得，难怪能中状元。这张玄礼还是可以的，不愧是新科状元，此诗有气势，
但只能说是尚可。新科状元这首诗倒的确有些气势。纸上谈兵，他一个文人，懂什么马革国事？无病呻吟。在下也有一首：公开京塞宴，马疾卷平冈，莫笑锦衣客，贱民以冠扬。这首诗是展现藩王世家的霸气，韩愈自己一出手就能震慑四方，但杀气太重。这首五言诗一般，并不是太惊艳。没错，沈世子此句化用前人尚可，但心意不足。唉，真是让我有些失望。这大景的年轻一辈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我一个草原国家的武夫。北燕皇子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说怎么样才算行？你这无非就是刁难，是不是？今日在这醉月楼里面，所有人的诗词，你都不会认可。陛下，这霍巴顿昨日输了治国策，今天肯定是故意来砸场子，恐怕在场所有人的诗都难入他的法眼。我倒觉得霍巴顿说的有点道理。沈公子，昨日的治国策精彩绝伦，不知诗词一道，可否赐教啊？倒是有一首，请沈公子赐教。破阵子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杀着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玄惊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身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好，30年了。30年前，老夫在漠北点兵，就是这般景象。沈应安，你说到了老夫心里面了。我北燕铁骑纵横草原，自诩英雄，可这词写尽英雄的豪迈，更写尽英雄的悲凉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，贱名以冠扬。我这点伎俩，在他面前像个笑话。枉我自诩天下第一才子，可这样的词，我穷极一生，我也写不出半句。沈亦安，天纵之才。沈公子的豪情词令人震撼。不过，石溪更想知道，公子在儿女情长上是否也有如此才华？大梁公主不可妄语，沈某至今尚未婚配，不擅长。石溪不信呢。那第2题，我们便以相爱、相思为题，如何？说，大男人不要扭扭捏捏。别怕，看上哪家的姑娘，老夫去给你做媒。大景的女子还没有老夫说不动的媒。让这些外邦看看，我大景的男儿既可以豪迈，也可以儿女情长，别给大景丢脸。行吧。沈公子可有思路？爱情相思，沈某人倒是真有一手。请公子吟来。此词名曰《临江仙》。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记得小平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。琵琶弦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绝了！独立对双飞，孤寂对成双，他信手便是千古对仗。好美的意境。陛下，陛下，沈亦安写了您呐，他口中的小平姑娘，说的就是你啊。沈亦安，真的对我一见倾心吗？小平，这沈亦安喜欢的人叫小平。小平是哪家的姑娘？记得小平初见，他的心上人原来就是方才那个姑娘。沈亦安，
此词可传千年。等等，这彩云归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平姑娘到底是回来了还是没回来啊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一句当时明月在，便让明月成了见证。沈公子，你很爱那小平姑娘吧？借人说情，算不得说。这个沈一安，要是敢不喜欢我，小月，等会儿就去杀了他。北燕皇子、大梁公主，我大景的年轻俊才们如何呀？破阵子豪迈悲壮，临江仙婉约深情，能同时驾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，而且都达到如此高度，沈公子大才呀！在下佩服。皇子过誉，诗词小调，寄情而已。石溪此次游历大景，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公子。不过公子已有心上人，不然……不过得闻公子此二词，石溪也算不虚此行了。这大梁公主倒还知趣。陛下，她那是知道沈公子心有所属，知难而退了。这个沈一安倒也还知道分寸，不然我等会儿就去杀了他。佩服，告辞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这几日务必抽空来我国公府，老夫要陪你好好喝上几杯。哎，我也去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哈哈哈哈！国公，谢谢了。这几日恐怕不行。为啥？我神母继承要到了，我要去白云庵祭拜，这几日要做点准备。那好，那就等你忙完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那就多谢郑国公，谢下。哈哈哈哈！哎，这语文好，这语文得学啊！陛下，刚刚修一卫来报，西克藩王那边也有死士出动，他们要对沈一安动手，调300御林军精锐，今夜便出城。埋伏在白云庵附近，再让郑国公派200亲卫伪装成商队，在官道接应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您这是在担心沈一安吗？我不是在担心他，我是怕新政的标杆倒了，新政推行受阻。是，陛下是在担心新政。小冰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方才事态紧急，借用了你的名字。坐。沈公子，那首《临江仙》里的小平，你真的对他有这么深的感情吗？啊，这么直白吗？啊，其实那个就是临时借用了一下你的名字。那为什么不用小兰、小梅，却偏偏用小平呢？只是觉得小平好听，而且我认识的女子很少。那天你告诉我你叫小平，我就记住。所以你就把我写在词里了？是我冒犯了，还请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要是我非要往心里去呢？啊，沈公子，若是我当真了呢？当真就当真，我怕个锤子。沈一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轻薄我！等我就藩后，我就向陛下提亲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就是不知道陛下会不会同意？陛下肯定会同意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陛下是不是真如传闻中的那般5大3粗，膀大腰圆啊？啊？是啊？看来我还是少进皇宫，万一他看上了我，就我这小身板，那不被他一屁股坐断啊！要是
他真看上了你呢？那我就宁死不从。来来来，喝酒喝。不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不用，明天我会来庆王府取回我那间大厂。啊？怎么？有问题？啊，没问题，你明日来取。看。沈岩，你进来做什么？把大厂还给我，那不是你该拿的东西。二公子，这大厂已经被王爷赏赐给我们夫妇了。这不是沈庆的东西，他没资格。二公子，你虽得了陛下些许赏识，可这里是王府，王爷就是天，再胡搅蛮缠传到王爷那里，可不好看呢。这东西的原主是小平姑娘，可不是他沈庆。拿来。原主不就是个千人骑万人跨的姚姐吗？还有你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子，想要可以跪下来求我呀！看得起你，喊你一声二公子，为了一个风尘界女人跟我们闹翻，值得吗？就是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拿来，快滚吧，不然等下闹到王爷那里，可有你好受。你以为有陛下撑腰，你就可以强势了？告诉你，庶子就是庶子，连我们这些下人也不如。我去你！姚姐是吧？啊，庶子上不了台面是吧？你行凶了，庶子大人了！反了天了！来人，二公子行凶了！你，快来人呐！小平姑娘，也是你们能够说的。我沈岩，你要造反吗？沈岩，你要造反吗？大哥，来的正好，这两条老狗不听话，我教训教训。李福夫妇在王府任劳任怨20年，岂是你可以造次的？赶紧道歉！下人而已，可以直接打杀。怎么，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，还是这几日有底气了？大少爷，王爷已经把这个大厂赏赐给我们夫妇了。这沈燕进来就对我们下毒手，简直没有把王爷放在眼里啊！对啊，大少爷，他这是看不起王爷，看不起您啊！立刻跪下道歉，不然我把你腿打断。这大厂是小平姑娘的东西，我来拿回，仅此而已。道歉？我要是不，你是要为了一个贱人跟王府走上对立面吗？你说小平姑娘是贱女，难道不是吗？给你脸了是吧？我敬你叫你一声大哥，不敬你，你他妈算个嘚儿你！我要让你死！来人！小王爷，小王爷，给我打！是。今天的庆王府怎么这么的热闹？今天的庆王府怎么这么的热闹？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小平姑娘，我来拿回我的大厂。你就是小平那个贱女人，恬不知耻的东西，居然还敢来庆王府！将这贱婢给我轰出去！一个姚姐也敢来王府，真是晦气啊！切，你两条老狗，大胆！我这是找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老子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，五品朝廷命官。听说了吗？他现在是官。对啊，殴打朝廷命官，我们这些下人会被打杀的。怕什么？这里是庆王府，自有庆王府的律例，朝廷的律法可管不到这里，除了是我扛着。动手！沈公子说这话，就不怕给庆王招惹麻烦？什么麻烦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庆王府也是大姐的一部分。你说这朝廷律法管不着你，莫非这庆王府是想造反，然后自立为王吗？你一个小姐贱婢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行，你今天是来取大厂的是吧？
这大人今天就不给你，你拿我怎样？小平姑娘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你敢如此说她？给我弄死她！小平姑娘，你去坐会儿，这里让我来解决他们。我去，沈怡安，沈怡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我庆王府行凶！两个老狗不懂事，我教训教训。你还敢对你大哥动手？王爷，你再不来，我们就要被他打死了。是啊，王爷，就为了一件女人的大氅，他就敢大闹王府。父王，沈怡安他还说他是朝廷命官，藩地的律法管不了他。哼，好你个沈怡安，别以为你最近出了风头，便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今日伤兄，明天是不是要弑父啊？父王此言未免太过了。太过了！你手持凶器，今日打伤你大哥和王府的老人，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的一件破衣裳吗？你告诉我，这个女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连亲生父亲、嫡亲兄长都不放在眼里。我再说，小平姑娘她不是一个以色使人的货色，不是贱女人是什么？再敢称呼她为贱女人，信不信老子连你这个老邓都敢打？放肆！那个贱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父王，那个贱女人在里屋坐着呢。什么？她竟敢来我庆王府！我庆王府不允许任何脏东西进来。你就是小平姑娘，转过身来，让本王看看是什么样的贱婢。小平姑娘，转过身来，让本王看看是怎样一个贱婢。王爷，就是这小女人。王爷，瞧瞧她那个狐媚样，站没站下，坐没坐下，一看就是窑子里出来的货色。自以为攀上了沈怡安的高枝儿，就可以在我王府撒野，这种贱婢就该送到教坊司去，千人级万人夸，让他好好学学什么叫规矩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扒光了捆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啊！陛下，小平居然就是陛下，这怎么可能？哦，狐妹子，窑子里出来的货色，送到教坊司。哼！沈庆，这就是你府上的人。贱婢，我父王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吗？没教养的东西，见到王爷还不赶紧跪下！大胆！就算是陛下见到王爷，也要恭恭敬敬。一个姚姐胆敢直呼王爷名讳！来人，把这个娼妇给我拿下！闭嘴！给我跪下！赶紧跪下！王爷，王爷，神庆拜见陛下。好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跪下！臣参见陛下。草民见过陛下。见过陛下。我去，小平居然就是陛下！我曾经强吻了女帝，还调戏她，摸她的腰。我活到现在也真是奇迹了。不过有点兴奋是怎么回事？朕以色使人，臣知错，真惶恐。把朕捆起来扒光。陛下，臣不知道是陛下，朕是窑子里出来的货色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草民真的不知道你是陛下。送到教坊司，千人骑万人夸。饶命！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沈庆，这庆王府还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！朕这一辈子听的污言秽语，还没有今日一天的多。臣管教无方，臣该死，臣该死。死的沈怡安什么时候勾搭上了陛下？难道他真的要一步登天了吗？朕今日
只不过是来拿回大厂，没想到，沈庆，这几个人你打算如何处理？来人，把李福夫妇拉出去，乱棍打死！饶命！王爷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不知者无罪呀！我们不知道您就是陛下呀！拉出去！陛下饶命啊！至于沈义臣拉出去，杖责50，臣甘愿受罚。你先出去吧，我和沈一安有事要说。臣告退。陛下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啊，不是，这也太让我惊讶了！你怎么又突然成了陛下呢？朕怎么就不能是皇帝了？臣惶恐。你惶恐？在醉月楼你轻薄朕的时候，可没有见你惶恐啊！不是，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你是陛下，我要是知道，打死我也不敢亲你啊！那你以后还敢亲吗？不敢。那个时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。那如果真要你亲呢？不是吧？难道陛下喜欢我？好，这么跟我玩是吧？你干嘛？哎呀，陛下太漂亮了，实在没忍住。你这个登徒子！哎，皇帝又怎么样？终究还不是个女人。2日后，你就要去白云庵了。此去凶险，朕有些担心。没事的，陛下，臣有办法。白云庵地势险要，纵横30里。如果有人对你动手，就算有10万大军，也不一定能够护住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朕就算是打成7个藩王封地，朕也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。陛下对我真好，不过没关系，臣自有妙计。什么妙计？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那你亲不亲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陛下，工部的人能信吗？工部都是朕的人，可以相信。那好，让工部今天连夜给我准备碳、硝石、白糖，再准备一些碎铁片、瓦罐50个。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做炸弹。炸弹是何物？是闻所未闻。是一种武器，能开山裂石，对敌人进行大范围杀伤。将碳、硝石、白糖按一定比例混合，装入瓦罐之中，再加入一些碎铁片，用引线引燃后，其爆炸威力足以将铁片击射而出，30步以内，人畜难逃。竟有如此大的威力？白云庵后山狭窄，只要在合适的位置埋设炸弹，等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引爆，就算有上万人也得埋在里面。工部在城外有攻防，倒是合适，不过此事机密，千万不可泄露。臣知道，所以还得陛下亲自下密旨，只让最信任的工匠参与。朕这就通知周越去安排，那些工匠今晚就会准时到达。哼，沈怡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除了这些，你还会什么？陛下，臣确实还有很多想法，但请陛下放心，
臣所有的才能都只会用于辅佐陛下，用于强身大景。朕相信你。此次若你平安归来，朕一定会好好的奖你。陛下准备怎么奖励臣？别管。哼。沈易安今日已前往白云庵了，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听说陛下那边已经暗中调动了禁军。禁军又如何？白云庵地形复杂，30里纵横，就算陛下派1万人，也护不住他周全。此事要做得干净利索。放心，这次我们不仅要杀沈易安一个人，而是连他带去的所有人一个不留。杀光了就说是山匪所为，白云庵一带本就有悍匪出没，陛下就算怀疑，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这是白云庵后山的详细地图，我已经在上面画了2个圈，只要沈易安进入这2个圈，必死无疑。放心，这次我们7家每家出了300死士，共2100人，我就不信那沈易安还能插翅飞了。他飞不掉，本王还有后手。哦，什么后手？背负骂名的后手。不问不问，那我们就等庆王爷的好消息了啊！陛下，最新消息，西魏藩王调动了大规模的人手，每家至少300人，总数可能超过2000。他们疯了！而且在白云庵附近发现了重骑的踪迹。兽形骑兵，他们要拿这个对付沈易安？至少500骑兵隐匿在开阔地带，一旦冲锋，哪怕就是3000人也挡不住。传令给禁军统领，说是沈易安有危险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他，哪怕是与藩王死士正面冲突。陛下莫慌，周越统领武功高强，定能够护沈易安的周全。沈易安要是死了，这绝对饶不了他们。沈易安，前方3里是第1处伏击点，探子回报，在这附近至少潜伏了500人。炸弹买好了吗？在道路的2侧买了20个瓦罐炸弹，引线已经布置好了，可以随时引爆。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，炸弹自会引爆。沈易安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给我上！3、2、1，呀！这就是炸弹的威力吗？没错。此等利器，如同天罚。什么声音？是打雷声吗？不像是打雷的声音，好像还有烟尘。王爷，我们中埋伏了，沈易安他会妖法引来天雷，弟兄们死伤惨重。不是天雷，是一种武器。难怪这几天公布的工坊不知忙碌着什么，原来是在研究这种武器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已经用了第1处埋伏点，只剩最后1处了。对，还有重型骑兵。传令下去，不管看到谁，只要进入冲锋范围，将一切统统撞碎。是。王爷，重骑败了。什么？500重骑败了？沈易安用了诡计，他用一种粉尘还有带钩的渔网，使得战马受惊，阵型大乱，最后被禁军所斩杀。看来陛下是真的要硬保着逆子了。没用的东西。靖王，沈易安马上进白云庵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
让他进入白云庵，启动最后的后手，让他和白云庵一起永远消失吧。庵内外都已经排查过，暂时没有发现异动。不过我总觉得事情太过于平静，他们之前2波劫杀都未成功，这一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说的对，这白云庵恐怕就是他们最后的杀局。让所有人提高警惕，我祭拜完母亲，立刻离开。是。你虽然不是我真正的母亲，我也不想来这里，但我终究还是占了你儿子的身体，给你祭拜一下，也算是了了这桩因果。沈燕，快跑！蜂王们疯了，他们动用了投石车，说要毁了这里。陛下，不好了，白云庵被毁了。什么？七大藩王动用了3架投石车，整个白云庵被砸成了废墟。沈一安和周月统领坠入悬崖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白云庵可是先帝御封的善慈之地，这些年收养孤寡，施粥济贫，他们怎么敢的呀？陛下，白云庵中11位师太，还有数十位老弱妇孺，全都只是为了杀沈一安一人。陛下，这是公然造反，老夫请旨，即刻发兵剿灭7大藩王。就算这大秦我不要了，我也要打沉那7个藩邸，为沈一安报仇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此云归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你干嘛？陛下太漂亮了，实在没忍住。沈一安，你答应过我会回来。臣自有妙计。什么妙计？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告诉你。你骗臣，说你有妙计，怎么还会？你犯了禁军之罪！谢相，调1万禁军，立刻包围7大藩王府邸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陛下，这恐引起藩王之乱，陛下请三思。镇国公诏烈，调北境30万大军，南下平叛。遵旨。陛下，北境30万大军可是国之防线啊！一旦调回，恐怕他们杀了沈一安，他们杀了朕的标杆，他们杀了朕，杀了朕最在乎的人。可是他们杀了沈一安，朕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朕当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义？哪怕当个亡国之君，朕一定要为沈一安报仇。哎呀，国公，快劝劝陛下，此事非同小可呀！老夫从未见陛下哭过，这回，这些藩王真的触到陛下意鳞了。齐恒疯了！哼，为了一个小白脸，不当皇帝也要与我们拼命。我们戚家加起来才18万兵马，30万打18万，这个怎么打？早知道这样，就不应该听庆王爷的。用什么投石车？哎呀，你讲屁话有什么用啊？当初决定动手时，你们几个王爷不都是也点头同意了吗？哎呀，想想办法，30万大军10日就到。交出主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主谋
是你还是我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戚家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也别想逃脱。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势力。什么势力？北燕、大梁，需以重力，请他们出兵相助。来不及了，等他们到，最快也要28天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坟头草都1丈高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一起等死吗？沈公子真是命大，被埋了3天，又受了伤，这都能够存活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陛下震怒，调了30万大军南下，连西北的边军也动了，势必要打沉7大藩王封地。什么？一共43万大军？哎，别动，伤口会裂开的。不行，不能让陛下真的开战。一旦开战，生灵涂炭。备车，我要立刻回京。是。陛下，有人求见。朕说了，谁也不见。连臣也不见吗？沈一安，是你吗？还是朕的幻觉？托陛下的福，臣活着回来了。啊！疼！你真的还活着？上哪里了？我看看。啊！陛下还没有给臣奖励呢，臣怎么舍得死啊？你骗朕，让朕以为你死了，你该当何罪？那就罚陛下给臣生一窝小崽子。没个正形。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连夜赶回来，不要命了吗？臣若是再不回来，陛下就是要把30万大军调回来了，那可是北境边防啊！我不管。陛下不能开战，一旦开战，7大藩王必定会殊死抵抗，届时一定会血流成河。而且北境空虚，如果北燕若是趁机南下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放过他？看我这次！我硬生生从他们身上咬块肉下来。陛下，这是臣养伤期间草拟的削藩实册，请陛下过目。藩王子嗣无论嫡庶，年满18必须就藩。朝廷按例分封土地，且就藩由朝廷派兵护送。藩王封地内，朝廷派驻监察御史，监督政务。这比皇恩分封诏更彻底。削藩实册就是要从根本上将藩地纳入朝廷，直接管辖。藩王们会同意吗？陛下，现在7大藩王早已被30万大军吓破了胆子，认为陛下失去了理智，我们可以以此为筹码，逼迫他们接受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想着这些？因为臣答应过陛下，要陪陛下开创一个新的大计。你先好好养伤，这些事朕来处理。父王，认了吧，至少还能活着，我们兄弟也能得封地。对呀，父王，藩王的庶子们都已经联合上书，表示支持分封实册。大哥他一个人，你也不想他时刻提防我们3个庶子吧？好你个沈一安，死了也不安生，他的计谋起效了。宣工部侍郎沈一安觐见。臣参见陛下。你没死？托各位王爷的福，我命大，活了下来。都是你做的局。诸位王爷，分封实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沈一安，你真是好生算计啊！王爷过奖，我只是为陛下分忧，为大景谋福，不答应也没事儿。40万大军已经整装待发，诸位王爷若是同意分封实册，今日便可签署文书，裁撤私兵，上缴赋税。若是不同意，难道你就不怕北燕和大梁趁着边境空虚？父亲，你可真是爱说笑。那北燕皇子和大梁公主早就被我的反曲弓和轰天雷吓破了胆，根本就不敢惹我。
他们甚至还愿意出兵帮我攻打你。这不可能！信不信由你。不过父亲大人，敢赌？我没办法证明他说的是真的，但也没办法证明他说的是假的，不敢赌啊！可恶！诸位王爷，朕给你们1炷香时间考虑，1炷香后，朕要听到答复。臣愿意接受。陛下，这么晚召见臣来，是有何事？朕叫你来，是来兑现承诺，给你奖励。奖励？朕说过，等你伤好了，要好好奖励你，君无戏言。啊，不知道沈侍郎对于这个奖励满不满意啊？陛下，穿着龙袍，臣要的就是这龙袍。讨厌！明日就藩，必定凶险。庆王留给我的封地一定是贫瘠之地，不过没关系，陛下相信我的能力。我信你，我一定会把我的封地打造成最富饶的封地。我们一起加油。